自古以来，中华文明就很重视天象，讲究天人合一，认为天象的异动暗示着人间的大变，如政权更替、统治者吉凶，乃至天下的福祸。正如《易经》所云：“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象之。”在中国地区，2024年8月至10月期间，罕见的太阳、月亮、星辰与海潮的异象奇观接连上演。按照中国传统对天象的解读，这些异象昭示着习近平政权已进入倒计时，中共将灭，而所谓武统台湾的计划，恐怕只是一场笑话。2024年8月18日，在中国成都，一名网友拍摄到罕见的7日同线奇观，云层中并列出7个明显的太阳轮廓，当中的第3个格外明亮，是真实的太阳，其余6个较为暗淡，被称为幻日。唐代大预言家李淳风在《以四战》中写道：“众日并见，天下裂分，百官各设，法令不一，王者并出，言天子多也。”如果与当前情势对照，这或许预示着中共政权内部分裂，会同时出现几位权力不相上下的党魁和头目，处于内斗之中。2024年8月18日夜晚，在辽宁沈阳，一名男子拍摄到罕见的双月奇景，天空中出现了2个月亮，一真一幻，持续了10多分钟才消失，两月一上一下。下方的幻月比上方的真月亮稍微小一点。李淳风在《以四战》中曾说：“2月并出，天下治兵，异姓大臣争朝事为害，王者选能受之。月重出，皆为暴兵残害，天下乱手，将有亡天下之象也。”大意是说，2个月亮同时出现，预示着天下将兴兵，朝中将有异姓大臣争夺权力，动荡将起。君主最终将被迫把权力下放给能力大的人。凡是天空中出现多个月亮的天象，都意味着将出现暴兵残害天下的祸乱，是统治集团覆灭亡天下的天象。这一天象或许在暗示中共高层将爆发激烈的权力争夺，统治者将主动或被动地将权力下放给权势强大的手下，而这场权力斗争最终可能引发暴兵残害天下的悲剧，最终导致中共政权的覆灭。2024年中共建政75周年期间，10月1日和2日凌晨，6万年一遇的天外来客 C2023A3 彗星横扫北京上空。从网友与媒体发布的影片来看，彗星经过北京时，先是微弱的光晕，随后越来越明亮，一个拖着长尾的彗星清晰可见，快速扫过北京城上空。彗星因为拖着一条摇曳不定的尾巴，被人们称作扫帚星。中国民间传说认为，彗星的出现预示有天灾与战祸。如果彗星尾巴长且持续时间久，预示灾祸将深重，如天子死亡、五都倾覆、下贱者崛起；若彗星尾巴短且稍纵即逝，则灾祸较轻。据《晋书·天文志》中记载，彗星主掌扫除秽物，是除旧迎新、朝代更替的标志。《左传》亦记载：“天之有晦，以除秽也。”在古代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，人们都把彗星视为大灾星，而且几乎都与兵丧、凶兆有关，如起兵谋反、君主逝世、大将阵亡等等。2024年9月20日晚上10点半左右，继3月4日北京出现了2颗火流星之后，北京的夜空再次被火流星照亮。这颗火流星发出蓝绿色光芒，迅速划过夜空，瞬间点亮整片天空。河北、天津等地的民众也看到了这一奇景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中提到：“星坠至地，则陨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坠落后的火流星就被称为陨石。根据《晋书》卷13的记载，每当出现天降陨石或星陨如雨的异象，预示社会可能发生重大变革，包括国易兴、地崩、以乱伐乱、有大战、流血、兵将怒、百姓叛等等。2024年10月20日至21日连几天，
中国北方海域在没有明显寒潮或台风影响的情况下，突发大范围的异常海水倒灌。许多上了年纪的居民都说，几十年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潮水了。历来是百川归海，但这次又没有台风和寒潮，海水为何会倒灌呢？中共官方专家至今也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，但古籍中早有记载，认为这是当政者的凶兆。在隋书中说，水逆流是为盗逆，不出2年，应从女主起。意思是水逆流预示2年内将会出现女性掌权者引发的动乱，这是否暗示最近习近平大权旁落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？是否会有因为女主登场引发新的变局呢？在民间，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谶语：江湖习无后，河山再重头。意思是中共在江泽民、胡锦涛和习近平之后，不会再有下一任掌权者，一切将重新起头。一位民间高人也曾说过，中共蛇始蛇终乃是天意，意思就是中共见证始于属蛇的毛泽东，亦终结于属蛇的习近平，也就是说，习将是最后一任中共党魁。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26日，按黄历算，毛的属相乃草中之蛇；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6月15日，乃是水生之蛇。据说1949年，毛泽东在入主北京前，还特地到北京西山请教了一位道士，问自己能掌权多久。道士写下了4个字：8341。毛当时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，便把中南海的中央警卫部队编号定为8341。后来，毛在1976年9月9日去世，终年83岁，正好在中共掌权41年。更巧的是，他去世的日子正是他当年进入中南海的同一天。1976年4月22日，当毛泽东听到吉林天降陨石的消息，就对贴身服务员孟景云说：“历史上的许多大人物在去世之前都会有天降陨石做预兆。”孟景云不信，说都是古人编的。毛泽东说：“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？”毛还解释道：“我相信哦，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，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化，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，给人们预报一下，吉有吉兆，凶有凶兆。”果然，1976年9月9日，毛去世了。而就在他去世前43天，唐山发生了大地震，不到1个月，10月6日，中南海高层发生政变。也有人说，当前的中共红潮可能也会在水蛇习近平这结束，甚至有人从习近平的名字中解读出大习近平。更绝的是，习近平的姓习字拆开就是白色的羽毛。在中国民间流传着一本极为罕见的预言书，名叫《铁板图》。书中的最后一页的一张图，画着2座山峰中间的山上空，有4只黑色的鸟儿在飞，但有1只白色羽毛的鸟，不知为何脱队，并一头栽在山边，血溅山头。图画的下边还写着一行字：“白羽毛鸟儿撞死在山这边。”这也就是说，习某将是亡共之君。而祸害中国、祸害世界、祸害中国人的中共也将灭亡。一位旅居英国的中医大夫舒荣对周易研究很深，他在2023年年末推算到，习近平2024年会成为众矢之的，但他不会下台。到2025年，习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，并将因此而失去权力。而取代他的人应该是体制内的，但很快在高人指点下，开始从物质、精神、意识形态等所有层面清除共产主义因素。到2029年，国家才真正走入正轨。事实上，2024年，习近平一直饱受健康问题、逼宫、军权旁落的传闻困扰。这些消息从中共官场、老干部，再到国内的微信圈，甚至传到了外国政界人士耳中。这对习近平来说是非常罕见的情况，似乎暗示背后有新的势力在推动改变。如果到2025年他真遇到大麻烦，失去权力，这也是极有可能的。
此外，2023年还有人从天象学的角度分析，认为中共的国运应该是77年，也就是从1949年到2026年。如果这是真的，即便前后有1-2年偏差，但也差不多到头了吧。那么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希望您喜欢这支影片，我们下期再见哦。